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昨天我们发了一个视频，就是带孩子去洗澡，然后又给孩子做了一个护理。我看了底下的评论，大家给了我很多的建议。我们也是第一次，就是带孩子去体验这个护理嘛。当时是因为我想着给孩子去洗个澡，然后顺便的，能不能给他做个护理，就是帮助这个。消除这个黄疸嘛，因为在家里面我们也给孩子吃这个医院开的这个去黄疸的药了，但是我总感觉到孩子吃了这个药，他这个有点不舒服，然后我也想快点，然后给孩子消去这个黄疸。黄疸呢，我也是第一次经历，因为我们大宝的时候，大宝没有黄疸，然后所以我想的是看看就是洗澡顺带的给他做个护理，能不能帮助他。很快的就是消除这个黄疸，当然我们也是体验了一下，然后大家给了很多建议，那后续的话我们就不去体验这个护理了，因为它费用也挺高的。另一个我也看到大家给我的建议，我们以后呢就带孩子去洗澡，因为之前嘛给大宝在那里办了很多这个办了个洗澡卡嘛，然后去那边洗澡是一方面，主要是还可以给那个孩子游个泳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些问题呢，顺带的我也给大家就是回复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回来那么多天了，然后没有给孩子洗澡这个问题，我们在医院的时候，宝宝出生第3天，然后就给宝宝洗澡了，然后我是6天出院的，出院的时候就间隔2天又给宝宝洗了1次澡，这都是在医院洗的。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因为我这边是不方便，因为我那个不能挨水，就是挨那个就算热水凉水，而且这个刀口吧，也不方便，就是蹲下呀、弯腰呀什么的。我们这边呢就是给宝宝在家里面擦身体，然后就是每天都有洗屁屁呀、洗脸呀、擦身体呀，然后也让他就是舒舒服服的去睡觉嘛，就是没有。就像给他洗头呀、洗澡这个直接洗的，我想的就是等我自己身体恢复好了，然后可以给他洗。你说家人嘛，因为强制他手上不是长那个湿疹了嘛，这个也不方便沾水。然后我婆婆是因为她一个人可能去给这个小孩洗澡，因为婴儿嘛，他毕竟小，可能也不是很方便，所以就没有给他洗，就是每天给他擦身体、洗屁屁、洗脸什么的。然后就是我和强子我们2个是觉得那个想给他去洗澡，让顺带的做护理，所以带他去了。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我这边我出院有没有洗澡？我们这边呢一般坐月子，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这个老传统啊，就是月子里面不能洗澡，但是平常的洗脸呀、洗手啊、刷牙呀，什么的我都在。个人卫生方面我都在注意着，然后洗澡就是15天，之后我去洗个澡，然后头发呢是10天，当时强制给我煮的艾叶洗的，其实这个剖腹产，不管是剖腹产还是顺产呢，到底能不能在月子里洗澡呢？可能就是每个人标准不一样。对，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，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嘛。然后你的身体情况恢复的好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洗澡。现在是夏天嘛，尤其要注意个人卫生。对，然后这2天我看你，因为太热嘛，我看你也挺难受的。所以说呢，就是我们其实回来的时候，橘子每天也都有擦洗身体，但是因为刀口没长好，也不敢去洗澡。不敢洗澡，但是发炎。但是你也不能说擦洗身体没有效果，它多多少少能够缓解。你也可以理解为擦洗身体是一种干洗的方法啊，因为它毕竟是用水来滋润这个皮肤，能达到这个降暑的效果。然后这边的话也快长好了，我们就准备就这1-2天吧，到时候给橘子让他去洗个澡，因为洗澡之前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刀口的问题。对，然后因为回家这几天，强子也经常给我就是去擦这个碘伏呀，然后就是给我放这个换这个纱布呀，我这个刀口长得很好，然后我这边就准备洗澡。在这期间呢，我已经洗过头了，然后也泡过脚了，个人卫生注意的还是挺好的。然后谢谢大家对橘子的关心，反正就是我们这边坐月子里面就是还是那句话，老一辈的传统就是说不能洗澡，
那也可能也是就是为了这个产妇的这个以后的身体好，说那个防止这个落下月子病什么的。但是我们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，然后做自己的个人卫生方面。谢谢大家。行，我来说两句吧。说吧。昨天的那个关于黄疸的体验，我也看了很多人的评论啊，就是说白了，就是有一些非常不友好的一些留言吧。但是呢，更多的都是朋友们给的建议，说我们俩太傻了，然后竟然会相信这种东西，说我们好歹也上过学，怎么可以这样迷信？其实怎么说呢，也不完全是迷信，也是有朋友推荐才过去的。如果没有熟人推荐的话，我们俩第一次是万万不敢去那样体验。不过还好，我们可以理解为那一次的体验相当于是一个小小教训，后续的话我们就不去了。但是呢，洗澡这个事儿，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，等咱们出了月子之后，咱们给瑞希在家洗，像洗澡的澡盆呀，一些洗澡的相关用品，家里都有，都给他提前买的有。我都给他买了，有只是说他就是满完月，就是满月之后，也就是出过月子之后，就是因为夏天嘛，肯定要给他洗澡的，每天都要洗。小孩子也喜欢洗澡。我们有人说你们还是生2胎呢，然后没什么经验，怎么着，说的很多，就是让我看的有的时候。反正就感觉就是。感觉很无知。怎么说呢？我再插一句哈。首先呢，如果真的是原来没有生过孩子，也没有带过孩子的话，其实就像我现在，我肯定什么两个。但是现在因为有瑞宝这样一个一胎的存在，我现在不管是烫奶粉，还是洗尿布，又或者是给孩子换尿布，还有尿不湿之类的，我们现在是尿不湿和尿布结合使用啊。你像现在我都得心应手，包括说给孩子烫奶粉的那个温度，也就是一边过。不会再像原来要校正很多次，来回的校正，来回的论证啊！现在我感觉我一次就能把温度掌握好。我来说一下，因为我们1胎的时候强制，就是我出院之后他就去上班了，然后就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换尿布呀、洗尿布呀、换奶粉，然后现在最强的来说可能就是1胎经验哈。我感觉现在给孩子做这些东西哈，我感觉就是自己能够驾驭。没有任何问题。对，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黄疸的问题呢，我们也是第一次经历，因为我们大宝的时候当时是没有黄疸的，所以大家给的建议我们都看到了，非常谢谢大家。对，还有一个就是，其实我特别感谢大家给予黄疸的一些建议，还有分享的一些方法，比如说晒太阳啊，又比如说就是多给他就是洗澡呀，促进新陈代谢啊之类的。可能基于我们来说，也有一些固有的传统观念，出了月子，因为是剖腹产嘛，如果说橘子现在是顺产，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在家洗澡，因为到时候我们都能够相互帮衬。我感觉因为婴儿太小，有时候去澡堂的时候，昨天我见有一些婴儿，人家那些服务人士给婴儿洗澡，都还搂不住呢，哭哭啼啼的，整个洗澡过程都没法进行。咱们的瑞希昨天是相当乖，我跟他奶奶都非常惊讶，我说这孩子可能天生喜欢洗澡，对吧？有小孩都是喜欢洗澡，那个出完月子之后，我们在家给他洗，我来给他洗。对。瑞宝的时候，我们也是，因为也是这个时候嘛，夏天，我们也有每天给他洗澡的，但是月子里面也是就是满月之后才去给他洗澡的。对。然后在月子里面，我们也是经常给他擦洗身体、洗屁屁、洗脸什么的。对吧？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吧，关于洗澡的问题，我们虽然在家没有给他完完整整的，给他一个真正的用水来泼身体去给他洗澡，但是你可以理解为擦洗身体也是一种干洗，我们尽可能的让孩子舒服。对。也是可能跟医院间隔时间差不多，也就是大概就是第4天的时候，就那天我们出去给他去弄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回家第4天吧。对。然后这边的话就已经带他出去洗澡去了。我们其实也想让孩子舒服一点，再加上也带过1胎，知道孩子都喜欢水，在水里的话能够找到自己。对。基本上就是这样，反正最后我和橘子在这里谢谢那些真正关心和关注我们的人。其实说白了，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记录生活，有很多东西不懂，但是我们愿意分享。更多的时候是希望跟大家去交流，包括说那一次的护理体验，也仅仅只是个意向。就是我们也不知道科学不科学，但是呢，
因为我们这边的朋友说它科学，但是我们也不能确定他说的完全科学。对，我这边是有见的那个，我这边的就是朋友宝妈嘛，他们有这样去做嘛，然后我就联系了一下，然后让强子，因为我去不了嘛，让强子带他们去，然后强子也在那里咨询了一下，后续呢，我们可能只带宝宝去洗澡，然后这个护理方面呢，我们就不给他做了。其实怎么说呢，每一个家长对孩子都是无私的奉献，谁也不想说坑自己的孩子。对。有些人说话确实是，就是让人听了非常不舒服，但我知道更多的人，更多的人说的那些话非常暖心，就是说我们不要上当受骗，举止防胆不要害怕，黄疸这种事情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小毛病，是吧？反正就是很轻松就能搞定。在这里，反正最后还是要非常感谢大家。这边的话，我们还会记录我们的生活，等橘子出完月子之后，我们还会尝试更多的可能。在这里呢，谢谢大家一路的陪伴，我们会不断的进步，不断的成长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走吧，走，你躺那休息会儿吧，好吧。好。